你是不是也用 MACD 金叉买进，死叉卖出？那你很可能已经亏了无数次，因为 MACD 最常见的金叉死叉，其实是反应最慢、最容易被骗的讯号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前面的影片我已经编写了 MACD 优化指标和 MACD 自定多周期共振指标。今天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就直接告诉你 ，MACD 最简单的一种用法，反而是最好用的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对 MACD 的理解会彻底改变。大多数人学 MACD 的第一课就是金叉进场，死叉出场，但现实是 MACD 是一个趋势跟随类指标，讯号非常滞后。金叉出现在这里，但价格其实已经涨了 10%。如果你真想用 MACD 赚钱，最实用的方式其实是观察柱体变化和背离。但是注意，不管在股市还是加密货币市场，都需要修改参数，不要使用预设参数，因为预设参数是陷阱最多的参数，而且周期过长。经过长期的测试，在这里我们打开 MACD 参数设置，把预设参数从12.269的滞后参数调整为6.93的短线交易参数。时间周期上，主要在1小时、2小时、4小时3个周期寻找机会。对于日线和周线级别，可以使用其他指标来判断位置。对于大周期，最好使用支撑压力指标，例如布林线指标或大帅趋势买卖等指标来看长做短。接下来我们透过2个简单的方式来学会判断市场短线机会。一、线柱背离的买卖机会范例，买点位置范例，长线支撑位附近加短线背离找到底部位置。首先日线周期，我们可以看到7月8日 K 线在布林线中轨附近，同时布林线中轨朝上，此时我们先明确位置和空间。中轨朝上时，支撑位时中轨，空间是中轨到上轨的距离，那么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预期利润空间。接下来是寻找短线的底部位置，使用修改参数后的 MACD， 打开1小时，寻找背离机会。可以看到在这根线正式形成 MACD 线背离，即后面底部的价格比前面底线低，但是 MACD 线比前面底部高，即是当前有效背离。此时布林线下轨撑住， MACD 的柱体开始缩短，就是看长做短的确认机会。此时停损点设在前一条 K 线的最低点，止盈点可以移动跟随下轨，或依照日线来停损。卖点位置范例依然是先看日线周期，我们可以看到7月3日线已经发生了修改参数后的短线 MACD 柱背离，即后面顶部的价格要高于前面顶部，但是 MACD 发生柱背离，后面顶部的 MACD 却低于前一个顶部。虽然 MACD 没有线背离，但是柱背离一样是有效的。同时可以看到 K 线到达布林线上轨的阻力位，那么利润空间就在日线上轨到中轨的距离。此时我们切换到1小时来寻找看有没有小周期的卖点机会。切换到1小时后，可以看到在7月3号 MACD 小周期也形成了背离，而且是双重确认的背离。这根 K 线的顶部高于前一个顶部，但是 MACD 却同时形成了线柱双重背离，即 MACD 的线和柱体都低于前一个顶部。当下一根 K 线确认时，就是很好的看长做短时的开空机会。此时停损位设定在 K 线的最高点，止盈则采用移动止盈，可以跟随布林线的上轨设定止盈，或是在日线的支撑位附近止盈。2、MACD 柱体缩短的机会范例，买点修改后的 MACD 可以不需要背离，只使用柱体缩短的来结合布林线来掌握短线的波段。此方法同样适用于1小时、2小时和4小时周期，不适用于更长的周期。同样需要看长做短。首先我们打开日 K 线，透过布林线找到支撑位。布林线常用的支撑位有2种，即中轨朝上走的中轨支撑和中轨平走的下轨支撑。我们可以看到6月5日的下轨支撑，此时日线跌到布林线下轨，开始打开1小时寻找机会。可以看到这条 K 线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：一、站上1小时布林线下轨； 2、MACD 柱体红转绿强度站上零轴； 3、
MACD 柱体红转绿的同时发生金叉，那么这条 K 线就是 MACD 柱体缩短的买进机会。停损位设置在目前 K 线的最底部，止盈可以沿住布林线下轨止盈，或是在日线布林线阻力位止盈。卖点，看长做短，这里选择布林线上轨附近。如果此时柱体开始缩短，那么胜率更高。可以看到在2025年6月11日 K 线到达布林线上轨阻力附近，同时日线 MACD 柱体缩短，强度减弱，此时切换到小时周期寻找机会。可以看到在6月12号的第一根小时 K 线，柱体绿转红，强度减弱，同时死叉 K 线跌穿中轨，此时就是空单时机。停损位设定在上一条 K 线的最高点，止盈可以采用移动止盈，沿住上轨止盈。以上两个方式就是 MACD 修改参数后的看长做短使用方法，当然也可以在2小时或4小时周期使用。要注意的是，当日线确认走势后，周期越小，越容易提高发现机会。如果要使用更大的周期，例如4小时，那么一定要找到盈利空间尽可能大的日线周期，来确认有阻力的空间和时机来盈利。总结一下：一、修改参数确保 MACD 短线有效足够敏锐，参数由预设的12-26-9调整为60-93，使用周期为1小时、2小时或4小时。二、看长做短确认空间和胜率，长线看日线周期，优先选择日线 MACD 线柱背离或至少有一个背离，再透过布林线判断获利空间和停损空间分别是多少，最后切换到1小时周期。3.1小时周期的第一种方法是选择 MACD 背离，可以选择柱背离或线背离，然后一定要根据高低点设定好止损和止盈，这是交易最重要的。4.1小时周期的第二种方法是选择3重共振来确保强度改变，即柱体反转、金叉死叉，同时布林线强度转换。确认后，同时要依高低点设好停损。注意看长做短的周期，如果小周期变化，大周期也要变化。例如1小时周期对于日线，那么2小时和4小时可以使用2日周期和4日周期，来确保小周期和大周期空间拉开。因为 MACD 修改后较为敏锐，这样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获利空间。点赞加订阅，我会出一个系列，把 MACD、RSI、布林通道全部拆给你看。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最常用的交易指标是什么？我会选热门留言，做下一期的实战拆解。也欢迎观看大帅的其他视频，或者使用大帅自制的 TradingView 指标或会员指标，相信一定会帮助到你。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祝您财源广进，荷包满满。